这个就是年夜饭的一个129块钱7斤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树，我现在从广西河池出发，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前往中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侗族村寨——肇兴侗寨。原本是好奇，在一个较为原生态的少数民族山村过春节是什么体验，但这个想法最终无疾而终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河池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云贵高原南麓，是一座以山地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多民族城市。那么这里居住着壮、瑶、苗、侗等多个民族，丰富的民族文化使这里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目的地。此外，河池因为卓越的自然环境和居民长寿的现象，被誉为中国首个地级健康长寿之城。著名的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瑶族自治县就是河池的下辖县。阿叔此次的河池之行呢，主要是为了见证一场在壮族村寨举办的壮族婚礼。这2集婚礼的影片呢，已经提前发布，欢迎收看。哇，有点夸张呀！这个城市呢是四面环山的，这个很喀斯特，然后这个山雾缭绕的啊。下午的6点半出来吃个晚饭。你看那楼房后面都是山哦，山丘哦。这个大酒店啊，它的玻璃门已经贴上马年大吉，新年快乐了。今年又在异乡过一个春节。螺蛳粉，离开南宁依然是到处螺蛳粉。看那么多配菜啊！哇塞，太有食欲了。这个是后面加多的一点的这个。馄饨，鲜鸡蛋馄饨。这是河池市的金城江区。天冷了，我就很喜欢吃羊肉粉啊，吃羊肉汤。看这个叫肚包肉，羊肚包肉。你看好多的螺蛳粉摊位啊。看卤鸭爪啊，这个螺丝田螺，土豆、豆腐，这个红烧肉、猪蹄，这么。你看新鲜牛杂混搭75元500克，单点88元500克。吃一个鸳鸯锅的牛杂火锅啊，上了央视的啊，生意还不错。但是我点的是一个4人份的一个牛杂火锅，还有凉拌牛杂、老友牛杂、干锅牛杂，就各种做法不一样。这是我的鸳鸯锅。对，鸳鸯。这么多餐桌，只有我是一个人吃的。当牛佬，央视上榜唯一牛杂品牌啊！牛肉营养分割部位图啊，牛百叶、牛黄喉、牛脑、牛黄喉、牛肉、牛骨髓、肥牛。那我看82块钱的套餐，性价比挺高的。它包括这个32元的鸳鸯锅底啊，还有这个新鲜生料牛杂，400克
原价68元，吊龙一份40元原价，牛肉丸30元一份，牛血青菜。这边是酸辣锅，这边是牛骨汤锅。这个是有1斤的牛杂，里面有牛百叶啊、牛肚啊、牛丸一份，然后这吊龙一份。怎么给我上4碗米饭？因为这个是4人餐的牛杂火锅。这边还有这个青菜，还有这个牛血，上一点这个。天啊，能不能感觉？这个吊龙啊，我放了一些姜丝在上面。其实新娘一直叫我去她家吃饭，我说我就在这市区附近解决就好了，因为我不想麻烦他们来接我。然后他刚才又给我打一次电话来，他说，我们已经做好饭菜了，有土鸡、土鸭，挺丰盛的。然后我就说我已经点了这个火锅了，然后说取消不了。我的天啊，我都能感觉到我这个肚子饿得呱呱叫。中午的话，因为剪视频跟搭火车嘛，就简单应付了一下，吃了1包坚果，还吃了1瓶牛奶啊，其他就没吃了。很多餐厅它的一个套餐都是几人份的、3人份的、4人份的，它没有1人份的。可以了。太老了，太硬了，但是这个牛肉是很新鲜的，哇！这个蘸料调的非常好，酸辣鲜。酸辣锅里面有油果，有西红柿，还有这个大葱、萝卜、辣椒，但这个辣椒我能接受。很脆。就吊龙，有点辣。这个吊龙不错，辣的流眼泪。这个牛丸，河池属于是在广西的地级市里面应该排到第8、第9吧。它的整个经济啊，它的体量啊，它的这个地位啊。那个小城啊，这个物价真的很接地气啊！82元能吃到那么多，光这个有8两的牛杂，都是新鲜的牛杂，真的好有性价比。但是我是一点辣都吃不了，我吃一点辣，我说话这喉咙像是被糖给粘住了一样，就说话很吃力。它说是牛嘴巴里面的一个。酸辣锅里面还有酸笋啊，所以它的酸味来自于番茄跟这个酸笋、酸菜。这锅底还有田螺啊，吃到后面像是惩罚我一样，吃不动了。我终于理解它为什么叫4人份了，这个4个人吃都能吃饱。那青菜我没动，牛血我没动。土猪肉粽子4元一个。膜贴膜手机贴膜，钢化膜手机壳手机配件。三棉裤子19元起，三棉裤子19元。在河池第2和第3天呢，我分别去了上述提到的壮族村寨里面吃杀猪宴，
看一场壮族婚礼，时间就来到了在河池的第4天早上。这是第4天在河池的一个早上啊，终于第一次看到晴朗的河池了。好多人回村过年了。酒店正门，再见了河池。
在河池西站坐火车去都匀站，再换乘到从江站。今年春节又去贵州过年啊！2024年的春节我在贵州的毕节过年。昨天参加完这个乡村的壮族婚礼啊，今天从河池呢将坐动车去往贵州，先坐动车到都匀站，然后再换乘到从江站，花了151元。好多人坐动车回到这个河池了哈，也是回老家过年的。而我呢背道而驰，从老家出发，前往离老家越来越远的，原本是这个回家归心似箭啊。归心似箭的人啊！我就放这儿的。不一定哦，有时候也有。天啊，想想大北方的话就是天寒地冻的，然后南方呢四季如春，蓝天白云的。其实穿一件这个衬衣就可以了。气温的话，我感觉有20来度。如果你从北方来南方过年的话，你会觉得太舒服了。你看，这是金城江吧，多么的碧蓝啊，很漂亮。列车上的快餐是真贵啊！这个回锅肉49块钱，我的天啊！因为太饿了，本来就说不要了，后来那个餐车推出去好远，我还是追上去了。就是贵是贵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填饱肚子啊，因为要坐2个多小时的这个动车呢。这个是回锅肉啊，玉米萝卜鸡肉丁。这个是一个笋，1荤2素吧，或者2荤1素。如果是在城市里面卖的话，最多卖15块钱，甚至12块钱就可以了。先生们，立波站到了，在立波站下车的旅客，请带好行李物品，有序下车。哦，都匀东站到了。又来到贵州了，这天气真好。今天是2月15号啊，明天是除夕，后天是春节。预先祝大家除夕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这个景色挺好，看不完的山，地无三尺平，说的就是贵州。室外的温度22摄氏度，我就穿了一件衬衫跟一件 polo 衫，很舒服。都匀东站，高铁站。哇，我的天啊！这地方来的还有点热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炎热了，已经几个月了，因为在东北待了2个月。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从都匀东站出发，从江站。从都匀东站经过50分钟，来到了从江站。出来就看到这个侗族的一些建筑。
你们好，由广元开往广州南。州啊！还过福州，那早得很嘞。松江洞乡客运站。你看，我在雷山县也见过这个，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巴沙苗寨啊，在雷山过苗族年的时候。肇兴洞寨哈，门票收80元，坐这个景区直通车又花10元，所以花了90元。我订的就是左边的这一家民宿。哎，你好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，一个大床，晾衣架，空调，电视机，长条桌，间。已经贴上了马的一个窗贴了，马帘。早晚温差大，听说这里。因为刚才的大床房 WiFi 有点问题，所以换了一间双床房，这个房间 WiFi 就 OK 了。刚才来这个景区的班车上是有3个乘客，另外2个乘客都不用买票的。我付了80元，他们1分不花，他们应该是本地人。房间里面的装饰啊，一些苗族、侗族的。
这里不由让我想起前不久去的西江千户苗寨，但是这里是千户洞寨啊。哇，好美！你看这个有山有水，山清水秀的。侗族苗族肇兴侗寨景区已经发出了庆新年迎新春的活动，看从除夕一直到大年初七啊，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一个活动啊。比较期待的是这个抬棺人，在其他地方看不到，还有一些长桌宴呀。其实我来这边主要是想参加侗族的婚礼啊，传统的侗族婚礼，还在穿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个民族传统婚礼啊，是初2那天举办的。我现在有点犹豫要不要等，因为现在才15号，那么他婚礼是18号举办。看80块钱买门票进来，有一些人觉得被坑了，因为2排一条主街，两边都是这个商店。我倒是想租个电动车去周边的不要那么商业化的这个村寨，侗族村寨看一看。这一条就是主街了，主街两边呢有一些什么民宿啊、摄影店呀、酒楼呀。它的名气要远远小于西江千户苗寨，但是如果在黔东南的话呢，除了这个西江千户苗寨啊，侗寨里面的话，这个就是这个叫扛把子，最出名的一个侗寨了吧？你看看远山啊，那雾霭，舌尖上的酸汤鱼、侗家菜。明天就是除夕腊月29啊，所以明天呢，这个侗寨的一个早市啊，很热闹的，很多的村民呢会把自己家的宝贝拿出来卖。看这个在山坡底下呀，喂，这兔子是怎么卖？18块1斤，兔这么可爱。129块钱7斤。这个就是年夜饭的一个材料了哈。这个黑耳朵的兔子。好。鼓楼那里。这个有这种花的吗？哦。对，要有油茶这样。好。买那么多菜哈，明天年夜饭啊，大家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大餐，一年里面最重要的时刻。哇，你看这个鼓楼，这鼓楼它不是那种很崭新的，它看上去很有历史的沉淀，很复古的美啊。侗族的一个鼓楼。那么像在肇兴侗寨呢，有5个鼓楼，叫李、智、信、义、仁啊。哇，这个鼓楼古色古香的。你看底下有人，哇，这没有很商业啊，这感觉还很接地气，很有烟火气呢。信团鼓楼。哎。买一个香包，也有那烟子啊，买呀，烟子那看信团鼓楼，该楼为重檐展尖顶宝塔式8角鼓楼，高11层，24.37米，占地136平方米。侗语称为
楼陡破，始建于18世纪，1982年重建，有40多年的。洞寨大概是贵州最知名的洞寨，那么它以5座鼓楼和纯木结构建筑闻名。这里的房屋和风雨桥大多采用双铆结构，不用一根铁钉，是侗族传统智慧的一个代表。围了4条长桌啊，我们在这里下象棋，那个墙上还挂了一些肇兴洞寨第2届和美乡村芦笙年度总决赛亚军啊，好多的芦笙啊，高矮不一的，高的话有4、5米那么高。哇，这么长的头发，朋友们！以上是本影片的全部内容啊。最近因为感冒了，身体很虚弱啊，开心和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影片，请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